他变秃了，也变强了。作为黑帮老大的杰森，曾是 FBI 追捕25年，但即使他出现在眼前，已无法逮捕的人物。他杀伐果断，干净利索。然而今天，杰森最疼爱的儿子死了，被抢劫运钞车的匪徒杀害。匆匆赶来的杰森以身中数枪不幸倒下，他的眼中充满愤怒，而劫匪的样子已被他牢牢记住。3个月后，重伤的杰森终于好转，但儿子没了，妻子也因此离去。杰森家破人亡，决定开始复仇。然而，在抓捕全城的劫匪后，依旧没有找到当初的那伙人。于是，杰森改头换面，假意应聘押运安保员，决定以猎物的方式吸引猎人的到来。为了不引人注意，杰森只好扮猪吃老虎，在入职打靶测试考核上7环、6环，越打越偏，但刚好达到及格线70分。猛男举中，举几个就停下，倒车入库，轻轻地碰下边缘。同事子弹竖起大拇指，夸他很幸运，因为再少1分就会淘汰。殊不知，杰森才是真正的控分之王。第一天出任务就碰到了劫匪，子弹被充当人质打倒在地，要求他们将钱扔进皮卡车内。杰森故意扔在地上一袋，不出所料遭到了劫匪的警告。Sorry, pal. 司机同事吓得瑟瑟发抖，而这种小场面对杰森而言根本就不值一提。面对劫匪的火力压制，杰森随意地提下裤子，抬手一枪将其干掉，纷纷摘下面罩查看，却不是想找的目标。他知道押运公司一定有内鬼，于是开始偷偷调查。短发女人不是，胆小的司机不是，那究竟是谁？第二天再次遭遇一伙匪徒，视线所过之处全被封锁，对方的手法非常专业，浓烟遍布车厢，杰森只好从车中走了出来，但嚣张的匪徒们却突然惊掉了下巴。浓烟中走下一个秃头男人，前一秒还嚣张的劫匪，在看到他真正的面容过后，原来这伙劫匪是杰森的手下，他们知道老大正在潜伏为儿子复仇，在这种关键时刻，众人只能全部退下。而此时真正的凶手们已经不再满足当初抢运钞车那么简单，众人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押运公司的仓库，足足1.6亿美刀，够他们尽情挥霍一生。6个团伙加上公司的1人内应，平均每人2200万。众人露出了贪婪的表情，而动手的时间就在今天，黑色星期五。届时全城1.6亿的资金将全部流入到押运公司内部。执行任务中，子弹终于说出了实话，原来他就是接应匪徒的内鬼，并告诉杰森他的枪里没有子弹，希望能够配合，而作为条件保下他的性命。杰森表面屈服，实则内心狂喜，因为他的目标终于出现。子弹关闭了监控摄像，并将杰森的双手捆住。You'll see tomorrow. 杰森重新回到车内，匪徒们已经隐藏其中。在子弹的掩护下，运钞车成功来到仓库。匪徒的突然出现让众人措手不及，一人连忙按下警报，子弹假装人质被危险。枪械库的众人纷纷拿出步枪。Bullet, get down! 然而全身防弹的他们并未受到一丝伤害，仓库被顺利炸开，匪徒们顶着火力冲了进来。杰森的四肢全被绑住，暂时假装被其控制，趁着他走神的瞬间，突然反过身。杰森看了看外面，再看看地下的装备，然后淡定穿上走了出来。对方被要求摘下面罩。杰森将手机藏进包裹内，然后从走廊冲出，跟敌人开始正面硬刚。可手枪的子弹全被打空，于是掏出匕首，深深地刺进了敌人的身体中。混战下，杰森已然负伤，而此时的子弹悄悄来到同事旁边。Give me a gun! Thank you. What the? 杰森给步枪上膛过后，对着远处的敌人来了一波极限压枪。然而身旁突然传来拉栓声，杰森回过头，被乌兹一梭子直接打倒。眼睁睁看着仇人离开，杰森的眼中意味深长。匪徒们按照计划直接撞开拦路的警车逃走，空中的直升机在全程监控，而运钞车逃进了地库之中，暂时拦住追来的警察。在特警队突破之前，他们有5分钟的时间从一处废弃通道逃走，而小队头目已经负伤，少1人就会少分1分钱。男人送走了头目最后一程，曾经的7人小队如今仅剩最后2人，两人推着现金来到秘密通道，分别装进了越野车内，来到了3公里外的隧道尽头。然而人性的贪婪导致他们都想吃掉对方，子弹刚要动手， Too fucking slow. 他带着全部现金逃离了这里。等待警方发现有废弃隧道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。
男人潇洒地认为自己才是最后的赢家，但这时铃声突然响起，在钱袋中他找到了一个手机，仔细看了看，有些疑惑。原来是杰森来到了这里，他让男人看一份文件，那是儿子的尸检报告，肝脏、背部、脾脏和心脏全是当初凶手打中他儿子的部位。杰森决定完成最后的复仇。What the fuck do you want? I want your liver. The lungs. Spine. By the way, his name was Dougie. 这是今年最新的动作片《人之怒》。时隔15年，杰森·斯坦森携手著名导演盖里奇共同打造，小场面有腔调，大场面有气质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